好，今天要来介绍呢，就是我使用这个三星的手机的时候必装的几款 App， 那算是5款 App 吧。那这几款 App 都是我一拿到三星的手机，我就会想要马上装的 App， 所以算是我私藏的名单了。那为什么会想要介绍？是因为我在发限动说某一款 App 有更新的时候，发现好像其实我的粉丝并没有这么清楚说这是什么东西，所以我就来拍个影片跟大家介绍一下。好，那第一个我要介绍就是这个 Nova Launcher， 这个 Nova Launcher。那这 App 其实超猛，就是你也看到说我这很明显，我这个 Launcher 就不是像 One UI 那一种，觉得有点像苹果那种感觉，就是我弄得很干净，然后就是左右都没有什么东西到。手机解锁打开，基本上就直接进到画面里面，然后干干净净的。然后它这个 App 厉害的地方就是在于说，它非常的可以客制化。它进来之后，从桌面你要几乘几啊，然后多大，然后你的外观想要长什么样，像是你的图形的形状，点进去的话，它就可以选说你要哪一种形状。那基本上你就可以设定成你想要。那这个我觉得很好玩，是你可以客制成你想要的样子。它有些功能是真的很方便，像是这只手机这么长，你没办法这样拉到通知列，除非你跟苹果一样硬要这样拉。那它这个就有一个很厉害的功能，就是你看中间这有这样下滑，它直接帮我把通知列拉下来，而且我再下拉一次之后它就下来，我觉得这个是很不错的。然后它像 Apple 的话，是最右边滑到底的时候会有一个程式级，但是其实 Android 的不用，你直接上滑，任何一个位置都可以滑到你的应用程式里，所以非常的好。我觉得这是一个蛮大的差异。那客制化那些我觉得都很不错。那唯一比较可惜的就是你在用这个 Nova Launcher 的时候，毕竟它不是原生的 Launcher， 所以说像是这个你看到没，它就不会自动的更新。它没办法显示像今天已经6号了，它要重开机之后才会去 refresh 它，这是小可惜的地方。不过我个人还是很喜欢这个样子，我给你比较一下你就知道了。像刚刚 Nova Launcher 嘛，你进去之后，假设你切回去这个三星的，虽然说它在图标上可能缩放的动画上会让你觉得好像比较舒服，但是其实我觉得在这个主页面的部分，还有这里面的感觉，会让我有一种不知道我没有这么喜欢，所以说我后来习惯上来讲的话，我还是都会设成预设的，让这感觉就会非常好，我觉得还不错。动画的感觉可能没有像原生那样子这么的多吧，但是我觉得个人来讲，它整个界面会很好。好，这是第一个。好，然后接着第二个我要介绍的就是 Good Luck。Good Luck 有点像是一群城市的名称，然后它总体来讲就是都是在 Good Luck 这个底下。那 Good Luck 里面有非常多超级好用的三星的应用程式，像是它可能有手势的啊，改你时钟图形的啊，记录你的对话记录的啊，或者是改上面状态里也非常多超级无敌好用。那到现在我都不知道为什么三星不把它纳入自己内建的系统里，还要我们自己去找。那这个东西通常在之前的话会非常麻烦，因为你会需要去 VPN 到别的国家去，因为某些区域是不开放这种东西，我不知道为什么不开放。那你需要 VPN 啊，你需要把 SIM 卡，然后或者是做一些很多余的手势，才可以达到你下载那 Good Luck 的这件事情，会变得非常繁琐。但是现在其中底下有个 App， 我每次也都会下载，就是 One Hand Operation。它现在其实在 Google Play 里面就可以直接下载，你就打 One Hand Operation， 就是这个真的是超级无敌好用。那打开之后，它基本上就是设定左右这2条的手势。那因为其实手机很大嘛，那你就可以透过这个的方式去达到说，你这边左上角，像是这边就是你这边往回轻滑，它就回到上页，然后往上它就开多工，非常厉害。然后往下它就按首页键，它就是可以达到各式各样多功能手势，它甚至可以有这种滑动并按住的，它就有很多的设定可以让你去玩，然后它可以左右边都有，所以你在单手操作模式或者在这么大手机的情况下，你就不用有那个多功链，我觉得算是科技感十足啊，就是这样你就开了，非常的方便，单手也很好使用。那这一款 App 不知道为什么三星是有把它放在 Google Play 上啊，不过通常它其他 App 你都是要额外去第三方的网站上下载它的 APK 档下来之后才可以使用，而且有些 App 很鸡巴的是你下载APK 档安装了成功了，但是你找不到设定的页面，那这时候要怎么办呢？这时候就要去下载这个 Google Play 上面的 Nice Lock， 它这个有点像是所有东西的一个启动器。你下载了之后呢，你会看到像这种，这就是它所有 Google Lock 的 App。那里面有很多种，那像刚刚的 One Hand Operation 就是其中一样，你点就会直接跳设定的页面去，那它就可以透过这个 App 去启动每一个 App 的设定的页面。哇，是不是有点复杂？反正它就是让你可以去做设定。那你要怎么下载呢？很简单，假设我没有下载这个 Multi Star， 这是让你做一个多功能，你就点了之后，它就会有一个网页让你跳过去。跳过去之后呢，它会到这个 XDA 这边。如果有在看国外论坛，应该都很熟悉。那这边就有一个 Downloader Companion Website， 你就点
点进去之后，它没有意外的话，它应该都会跳到这里，然后你就可以选说你要下载哪个。像我刚刚是这个，它就跳这个 APK Mirror 这个网站上，那它就是可以去下载最新的档案。那根据我的使用情况都是看这个日期，就是如果它是最新的，你就点这个，那它就可以下载。那你点下载的时候，你也可以看说它是不是有支援你的 Android， 像它这边就会写说 Android 11它是有支援，那这边就有一个 download， 你 download 完之后你就按安装，那它就请你去设定你把 Chrome 安装第三方程式的那个权限打开，你可以安装完之后就立刻把权限关闭，这样你可能会比较安全。那等到你都安装完之后呢，你就可以回到这 Nice Lock 里面去做设定。那刚刚我已经介绍了 One Hand Operation 嘛，还有一个我一定会安装就是这个 Text Changer。不过这个东西呢很 tricky 的是，它在今年已经被整合到一个 App 底下叫做 Home App。那我已经安装好，那进来之后你就会看到 Text Changer。那这个东西是干嘛用？它主要就是把你把多工的这个形状改的跟原本的不太一样。原本的话是长得像这样，它是一页一页式的。那我个人习惯的是像这种堆叠式的，感觉会比较好一点，那也比较一目了然。那它也可以帮你把上面这个搜寻 bar 给它移除掉。那这东西在一般的 One UI 3底下应该是运作的蛮不错。不过我这次在安装的时候遇到几个问题，就是首先你可能要先把你的 One UI 去这个三星应用商店这边更新好。那更新好之后呢，假设你去刚刚这个 Nice Lock 里面之后，发现它启用之后没有效果的话，很简单，你就是先去 Nova Launcher， 然后到这个预设启动器之后改回 One UI， 然后再去启动 Nice Lock， 然后到 Home Up。然后这边你再去把它启动一次。照理来讲，你只要看到这边是成功之后，你就可以回到 Nova Launcher， 再改回 Nova Launcher。这时候你的多工列就会成功了。这是我自己发现一个小的诀窍啦。然后我觉得这东西就是方便在看着很舒服啦，因为你这样多工不会有那些很奇怪的搜寻列啊，然后也不会像这样子真的是看不到左边右边有什么，然后底下也不会有那讨厌的建议的。所以说我觉得是一个很舒服的一个 App。好，然后再来最后一个，就是我个人觉得也是蛮重要的一个 App， 它叫做 Notistar， 它应该是 Notification 的缩写。那这 App 能干嘛呢？它非常厉害，就是它有办法记录你每一个通知跳进来的时候，它都可以记起来。所以像是如果有人传 Line 给你，那它要收回，它如果有这 App， 它传进来的那一秒，它就会被记录起来。所以你就可以直接滑动说，像是这每一个通知，你如果不小心滑掉之后，你就可以回这 App 里面去找，觉得是一个非常方便的一个 App。那它还有很多设定，像是你可以设定说你在荧幕锁定的时候，你要不要有个地方可以启动这个 App， 像是它就可以说你这边有个箭头，你上滑之后，你就会启动到刚刚这里来，然后就可以看到你所有的通知内容。那像是你看它厉害就是在说，像是你有闹钟有叫过啊，天气有跳通知，或者是 YouTube 有推通知，它都会记下来，然后包含图片，所以说基本上我觉得是一个蛮好用的记录的软体吧，我觉得很不错。那这也是我必装的软体之一，所以我今天就推荐了这几个 Nova Launcher， 然后 Nice Lock、One Hand Operation、Notistar 和 Home Up， 这几个都是我很推荐的一个软体。那当然 Good Luck 里面还是有非常多其他的软体，像是你可能要改你时钟的样子啊，或者是要改你那个上面状态列的样子，这边都有，所以说蛮多有趣新奇的，你可以自己去玩玩看。好啦，那这基本上就是这一次的介绍。那如果你喜欢这种分享类型的应用程式影片的话，也可以底下留言告诉我，或者遇到什么问题都可以告诉我，我可以再帮你解答。好啦，那如果你喜欢今天的这部影片的话，就帮我点一个喜欢，记得订阅和分享我的影片。那我们就下一次再见啦，悄悄，拜拜。